各位老細精神，好耐冇見，今日就同大家整翻道硬菜，味在其中，食過先知道。如果未備咗3兩件嘅啤酒，千祈唔好點呢道牛叉燒。今天和大家研究一個小菜大作，就是這玩意了。像這樣的原材料，一般在家庭裡面就很少做了。不是說它不好吃，就是操作起來有點麻煩。先用個剪刀把它表面的這些多餘的油脂肪剪出來，表面的這層白膜就不需要剪了。盛菜時的口感是非常爽脆的。油脂肪清理乾淨了以後，再從表面給它打上花刀，稍後還要經過多次的清洗，讓裡面的雜質排出來，這樣才能徹底的把它的腥味去除掉。打上花刀了以後，再把它切塊，然後把它放到一個盤裡面，加入適量的鹽和麵粉，還有清水，一定要沒過所有的原材料，再用手把它攪拌均勻，給它浸泡10到20分鐘。這個時候我們來備一些配料，生薑150克，把它切條。還有乾蔥頭和蒜米，這3件套是少不了的。同樣是把它切成小塊，蒜米的話只要拍碎就可以了。還有紫蘇、香芹、香菜、蔥白，這幾樣就要把它切碎了。這些都是平時我們做菜所用到的一些基本的配料。但是單這幾樣還是不夠的，還有六香粉、白胡椒粉、沙薑粉、甘草粉，這些都要請過來報到。還有白芝麻50克，所有的配料都準備好，全部在這裡了。經過用鹽水浸泡20分鐘以後，裡面的雜質已基本滲透出來。再把它換到一個盤裡面，用清水再去沖洗，反覆的清洗2到3遍。在清洗的過程是有點麻煩，但必須這樣操作才能達到最佳的效果。接下來的這一步就是把它放到鍋裡面做一次焯水，冷水下鍋，同時可以加入適量的米酒或者白米醋，這2樣東西都是可以起到去除腥味的作用。水開後煮它6到8分鐘，讓裡面熟透為止，再把它撈出來，放到一個盤裡面，加入清水，將它表面殘留的這些浮沫清洗乾淨。這些流程看起來雖然複雜，但必須要做才能達到最佳的效果。牛雜為什麼這麼好吃？其實它就是製作的工序麻煩一點而已，你做好了，它比牛肉還要好吃。到了這一步，就是把它放到油鍋裡面，炸至裡面的水分收乾為止。油溫不需要很高，控制在150度左右就可以了。為什麼要炸掉裡面的水分呢？因為牛胚的這東西裡面的纖維密度是不高的，但經過油炸以後，裡面的纖維就會收縮，變得很緊實。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把整個牛胚的腥味可以徹底的去除。撈出後，再把剛才炸好的薑條和乾蔥放到鍋裡面炸至金黃色，這樣在燜製的時候，它的香味就會更快速的釋放出來。就平時我們燜製一些牛腩或者紅燒之類的一些料頭，都可以先用油炸過後了再燜製，這樣的效果會更好。蒜米的話就可以直接放到鍋裡面爆炒，因為它的受熱度比較快。再把紫蘇和蔥白這幾樣碎料一起放到鍋裡面煸炒出香味。如果沒有經過爆炒的話，它會帶有一股臭青的味道，而且裡面的香味是沒辦法發揮出來。在炒製的過程當中，同時也要加入一定的白酒和生抽作為炝鍋，高溫的情況下，讓它的香味再次激發出來。
这个时候可以加入清水了，但一定要没过所有的原材料。调味的时候加入15克的蚝油，还有刚才调好的香料和适量的盐和冰糖，老抽作为调色。整个焖制的时间长达40分钟，先用大火烧开，再改为小火焖制它入味。牛胚的这道菜关键呢就是在去腥的这一步，到了焖制的时候，焖入味了以后还要给它收汁。经过了长达半个小时的焖制，里面的水分几乎收干，剩下的这些都是精华。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像这样的好食材，只要你敢做，美味无处不在。牛胚的这道菜很多人都不想做，为什么呢？处理的不好的话，它的腥味很重的，所以才这么便宜。你知道这一碟才多少钱吗？15块钱的成本，但是做好了又不一样了，没有腥味。一块一口正好，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，其实这才是好东西。